魏松对着薛锦，语气不温不火。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薛世子也留下一起庆祝庆祝吧。薛锦干笑。多谢三公子的好意啊，只是我还有事儿就不……没说完被打断。什么事？是身体不适，忙着去寻神医吗？魏松这话出，薛锦头皮一紧。确实有事儿，不过呢，别的事儿再重要，也没三公子和九王爷的事儿重要，我自然要留下来好好庆贺庆贺。薛锦对着魏松明显未怕的模样，九王爷看在眼里若有所思，涂小娇心里也是惊疑不定。薛锦对魏松的态度明显有些奇怪啊，凭着薛锦的身份，他没理由畏惧魏松才对。倒是魏松，如果想在相府和京城立足脚跟，还需要薛锦多帮衬，所以该是魏松对薛锦礼遇有加才是。总之，哎呀，很怪。涂小娇眼中的探究，魏松看到了。涂姑娘，能聊几句吗？哦，好。涂小娇跟魏松进屋后，两人大眼瞪小眼，相互看了一会儿。涂小娇等着魏松说，最后还是涂小娇率先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回京城？你希望我回京城吗？涂小娇还未说话，魏松继续问。你不是快来月事了吗？不需要我留下来为你效力吗？那个，不用了，你这都定亲了，不合适。我回去抓点药吃吃就行了。魏松听了，语气淡淡。我定亲，你高兴吗？我希望你过得好。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你走你的阳关道。在你心里，我们以后便是这种关系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们以后就做亲戚，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涂姑娘既然这么有心，不如就随我一起回京吧。回京？跟你一起回魏家吗？涂小娇平静地问。以什么身份？亲戚？那就不回京了，咱们直接回魏家村吧。魏松，你并不喜欢魏家村，为什么非要勉强自己呢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喜欢魏家村，但如果你想回去，那咱们就回去。魏松，大可不必。魏松，你不用为我委曲求全，因为委曲求全的事儿我不会为你做。一辈子那么长，却又那么短，人活着本就各种不易，所以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为了他人苛待自己。在这短短的几十年，我们要做的是善待自己，是回魏家还是回魏家村，你自己来选择，不要因为我去做你不愿意的事儿，因为我不会感动，并且在你觉得选错了后悔委屈的时候，我也无能为力为你力挽狂澜，到时候你再抱怨是因为我才没有回魏家村的，我是不会忍的。所以你想好了。魏松听完，看着涂小娇眸色变幻。既然凡事都要善待自己，那么当初为什么还要去魏家做那些给我报仇的事？因为那是我的选择，我做的时候不觉得委屈，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后悔。就算是现在让我重新选一次，我依然会回魏家，把能做的都做了。你让我觉得值得。说完，涂小娇从怀里拿出一个荷包，放到魏松的手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魏松垂眸看着手里那厚厚的荷包，神色隐晦不明。这里面就算不是他的全部家当，应该也是他的大部分了。如果是一头猪，他可能都不舍得放手，但是对我，他轻易就放手了，不但松手了，还给了不少银子。所以我是不是比猪重要？涂小娇跟魏松聊完后，看到薛锦在厨房蹲着吃红薯，抬脚也走了进去。跟他聊完了，聊的啥？没聊啥。唉，
哎呀，跟哥说说呗。哎呀，等没人的时候跟你说。哎，也行。你跟安武在县府这段日子咋样啊？别提了，安武就是个狐妹子，那沈家小姐就是个瞎子。听言，涂小娇就知道这是争宠输了。安武那狗东西无论做什么啊，沈瞎子都说他充满男子气概，而我无论怎么做，他都说了男生女相，矫揉造作，实在是可气的很。哎，小娇，你说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是这样的吗？他简直胡说八道，哥哥哪里是男生女相，分明是比男人刚，比女人都美。看薛锦一时哑然，涂小娇轻笑：怎么了？我马屁是不是拍过了？有点，不过我喜欢听。两人说完嘎嘎乐。九王妃有喜了，你知道吗？听魏松说了。魏松说的？哎呀，魏松还真是有心呐，还特意告诉你这件事情。涂小娇没接话。你知道九王妃现在怎么样了吗？不是很想知道。可我想说。行，那你说吧。九王妃嫁给九王爷快3年了，一直没怀上，因为这个她没少被太后念叨，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可谓是大喜事儿，无论在谁看来都要金贵的养着。可前期是听说楚田啊，对了，楚田你还记得吧？记得，九王爷的外甥女楚田郡主，在土匪窝的时候我还给她当过几天丫头呢。她现在跟她那个傅恒表哥怎么样了？具体怎么样我是不清楚，只是听说郡主在傅家受了点委屈，然后可是不得了了，九王妃不顾有孕在身，当即前去傅家给楚田撑腰出气，结果反被楚田给气着了，据说当时就见红了，不知道这腹中的孩子还能不能保住。闻言，涂小娇眉头轻皱了下，薛锦对着涂小娇低声说着：对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左右都看不到，所以没看法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人家当官的都读了那么多书，有些时候都断不明白，何况我了，我就更加看不明白这家务事了。小娇啊，你真贼呀！哥，你真坏。说完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有种心照不宣在其中。看涂小娇还有心情跟他在这里插科打诨，薛锦差不多就明白了不少东西，比如九王妃有喜，涂小娇根本无所谓，再比如魏松定亲可能马上要回京，他也没多失落或不舍。小娇妹妹，我最近发了点财，分你一些呀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你可真是我亲哥呀！院子里的武文听着厨房的动静，看着站在厨房窗外脸色变幻莫测的主子，武文心里就一个感觉：主子混得不如薛锦，不过还有比主子混得更差的，比如九爷。屋内，九王爷听完安武的禀报，眼底一片沉凉。所以现在是本王的外甥女儿，害得本王的王妃小产了是吗？不是。不是？是，王妃是见了红，但是并未小产。太医给诊脉说，王妃身体很好。那是谁？是谁的气中动了手脚？九王妃不消产，本王自然不能休妻。所以，那憋着坏的人是谁呢？京城王府，婆子端着参汤，小心地站在门口，对着画眉小心翼翼。画眉姑娘，王妃娘娘起身了吗？您看这参汤可要端进去。给我吧。里屋，杜嫣然看着自己的肚子，眉头紧皱，脸色很是难看。画眉将参汤轻轻地放下。
王妃，不若奴婢悄悄地找别的大夫过来，再给你诊诊脉吧。按说王妃在被楚田郡主撞倒的那一下，进了红后，孩子是必然会小产的，为什么却没有呢？找了2个太医过来诊脉，结果都是喜脉，甚至王妃还不可思议地开始有了害喜的症状，这太邪乎了。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盯着我的肚子？找大夫过来，你以为能瞒得住吗？那咱们就正大光明地请大夫过来，给王妃探探脉，看王妃喜脉是否还在。还用大夫摸吗？这喜脉我自己都能摸到。明明已经用了药，明明已经见了红，为何喜脉还在？王妃，说不定你是真的有喜了呢。我的身体什么情况？难道你不清楚？我怎么可能会有喜？更何况，就算真的有喜了，在我吃了药后，也该流掉了。怎么可能还能探得出喜脉？前些日子，为了算计楚田，杜嫣然在去的时候特意还吃了药，就是为了方便见红。对了，侍卫说王爷大概还有几天回来？回王妃大概还有5、6日。杜嫣然凝眉，5、6日，也就是说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必须在谢剑回来之前消灭掉罪证。另一边，魏松在与涂小娇聊完后就去了隔壁。吴文站在门口看魏松一杯清火茶接着一杯清火茶的喝。主子，您还好吗？好得很呢。本以为有所谓的救命之恩在，涂小娇会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就算做不到对我唯命是从，感动到以身相许，应该也是最基本的。现在看来，倒是我想多了。说着，魏松看着武文，不紧不慢。你上次说的也确实有几分道理，什么锅配什么盖儿，夫恶妻不良才是天经地义，就是天作之合。这边，涂小娇刚放下饭碗，九爷就来到了跟前，对着他道：涂小娇，本王要回京了，你可有什么是想对我说的？王爷一路顺风，保重。听说魏松要回京，你给了他不少的盘缠，既然如此，本王的呢？闻言，涂小娇愣了下。同样都是前夫，涂姑娘不会如此的厚此薄彼吧？王爷您稍等。说着，涂小娇看向薛锦，哥，麻烦你去魏松那里一趟，把我给他的银子拿回来，告诉他我不给了。涂小娇说完，对着九王爷笑眯眯。王爷说的对，当然不能厚此薄彼。魏松这钱袋子还没舞射，就被要了回去。当知道缘由，魏松嗤笑了声，说了句：哼，男人就是贱。九王爷笑了下，对着涂小娇留下一句：以后在本王跟前不要总是那么刁滑，不然引得我真的起了心，对你也并非好事。望着九王爷离开的背影，薛锦啧了一声，然后对着涂小娇道：看出来了吗？他在勾引你。是吗？我怎么感觉更像是威胁利诱呢？不过王府的富贵确实是挺勾人的，可惜别的地方槽点太多，弊大于利，还是算了。绝对是真的，他刚才那话的意思你没听明白吗？让你不要总是这么刁滑，但是如果你对着他一直这么刁滑，那他就真的起心了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勾引的。我是男人，我比你了解。你刚才找魏松要银子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没？他骂九王爷是贱人。闻言，涂小娇神色不定。妹妹，在你看来，
魏松跟九王爷哪个更贱？你不是说你是男人，你最了解男人吗？这种问题还用得着问我吗？说完，涂小娇抬脚去了屋里。安武赶着马车，心里舒了口气。太好了，王爷没想着带涂小娇回去。果然，王爷就算是对涂小娇有些兴致，那也是一时的。毕竟，没有哪个男人会中意过于不安分，就总是气人的女人。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太耗费心神，那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安武心里想着，就听九王爷的声音从马车内传出：“安武，属下在。一会儿派人去告诉薛简，让他看好了涂小娇。若是有人对他耍流氓，就直接动手，把人废了。如果做不到……”九王爷说着顿了顿：“若是做不到，本王就把将军府的二姑娘说给他做媳妇儿。”闻言，安武心里陡然一个机灵。将军府的二姑娘，那是一个长得似李逵的粗犷小姐，并且肖想薛锦已久，也是薛锦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。让薛锦娶她，王爷这威胁是实打实的，威胁着薛锦，让他看好涂小娇。王爷这是图啥？涂小娇连个盘缠都舍不得给他，图他离开，涂小娇连送都不送他一下吗？涂小娇心里没他吗？安武完全不理解九王爷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其实九王爷自己也不太理解，说他对涂小娇有多少情谊，那是扯淡。跟一个才认识不久的女人，还总是让她糟心的女人，说什么深情眷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可是就这样一个说不上多喜欢的女人，让谢金干脆地把人舍弃，心里又莫名不舒服得很。王爷，既然不放心，为何不直接把她带上呢？带她回去做什么？看我跟杜嫣然怎么纠缠。九王爷确实是不想让涂小娇看到，但有人不这么想，比如魏前夫。你先随我回京，然后再回魏家村可好？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回京？因为我想让魏家知道，我们虽然和离了，但还是家人，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你这么个靠山。魏松看着涂小娇，你若是不愿，我也不勉强，只是我若是被魏家的人欺负了，能给你写信吗？我想你能安慰安慰我。站在不远处的武文和薛锦两人听到魏松的话，两人表情是变来变去的。他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世子，请您慎言。我说错了吗？行，那我就先送你回京，然后再回魏家村。那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好。京城相府，魏松还活着，魏松很快将回来。魏家其他人并未把魏松回来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自从知晓魏松不日归来，魏昭的眉头就没松开过。大公子也不必过于担忧了，克父一事本就充满变数，所以公子也无需太为三爷担心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心里还是不免忧心。这满是孝心的话出口，魏昭心里暗负。我果然是魏家的种，随了魏家人，骨子里都是薄情寡义，虚情假意。莫文刚要劝魏，就听魏昭说：魏松要是回来了，你说涂小娇会跟着他一起回来吗？这才是魏昭真正犯愁的原因。应该不会跟着回来吧，毕竟三公子跟他已经和离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莫文心里可是一点都不确定。公子，要不你把涂小娇之前对你做的事儿都给三公子说一下，三公子若是知道了，必然对他心生厌恶，到时候他想留在魏家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本就名不正言不顺，又没了情分，都不用公子开口，魏松就得先把他赶出去。听言，魏昭沉默。公子，如果涂小娇真的跟着来京城了，其实不用公子出手，让洛姑娘来收拾她就行了。闻言，
魏昭若有所思起来。陆心柔，他祖父给魏松定下的未婚妻，一个曾被退亲，性子却也相当厉害的女人。当陆心柔碰上涂小娇，到底谁更强悍一些呢？在将要启程回京之时，武文对魏松禀报：主子，咱们现在启程的话，几乎是跟九王爷同行了，这怕是不安稳呢。九王爷这次江南一行，可以说手里握着许多官商的性命。那些人狗急跳墙，为了保全性命，在九王爷返京的途中，必然会做些什么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都能想到，谢晋会想不到吗？他既然敢来，那么在来之前，自然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谢晋很惜命，他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。主子说的是属下思虑过重了。魏松没说话，静默良久，开口：你说看到九王爷遇袭，涂小娇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原来这就是主子要带着涂小娇回京，并跟在九王爷后面的意图。为了仔细的看看九王爷在涂小娇心里到底有没有占地方，这是探究涂小娇的心，同时也是让九王爷死了这条心，别做出强扭甜瓜的事儿。果然啊，主子带涂小娇一起，不是单纯陪伴那么简单。魏松，马车都好了，你收拾好了吗？涂小娇呢？他去跟那个叫刘婶的道别，说一会儿就回来。说着，薛简走到魏松跟前，一副贱兮兮的嘴脸。魏松啊，小娇好像对刘婶下过3次的事儿很是有兴趣，你说她是不是存了什么别的心思呀？涂小娇是不是想3嫁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却知道你跟将军府的二姑娘一定有夫妻缘。闻言，薛景脸色顿时就变了。魏松冷哼一声，抬脚走了出去。刘婶家，魏松认得。当走到刘婶家门口的时候，听到刘婶正在跟涂小娇说话。若是可以啊，女人还是要成个家，至少不顺心的时候还有个家人能揍一顿发泄一下，不然一个人过日子，心气儿不顺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找谁的事儿。婶子高见。小娇啊，再嫁想嫁个什么样的？自然是白天能让我吃饱吃好，晚上还活好的。听言，刘婶顿时乐不可支。魏松自我审视了一下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京城陆家，陆心柔坐在下手，低着头听他的嫡长姐陆心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着大道理。心柔，你是被退过1次亲的人了，现在还能嫁入相府，那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并且我还特意派人打听过了，那魏松虽说只是庶子，但脾气和心性都非常的不错，不然我也舍不得让你嫁过去。他这些年没在京城，相爷对他很是愧疚，等到他回来后，定然会好好补偿他，在吃穿用度上绝对不比第1次差。所以你这等于一嫁过去就跟着享福了。姐姐说的是，我这样退过亲的人还能嫁入相府，是托了姐姐的福，等我到了相府一定好好过日子。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，况且你我姐妹，我为你打算也是应该的，不用跟我这么见外。好。看陆心柔特别的乖顺，陆心月放心了，又拉着她说了一会儿有的没的才离开。待她走远，陆心柔脸上笑意一收，狠狠呸了声：姑娘小心些，别被大小姐发现了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她心里在盘算着什么，把我嫁给魏松不过是拿我当物件巴结相府，意图用这门亲事在她婆母和齐秀面前显摆她的能耐罢了。
魏松在相府是个什么样的存在，京城哪个不知道？那就是个不吉的人，一个生来就遭相府厌的人，回来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才怪。而我嫁过去，也不过是跟着遭相府嫌罢了，完全是火坑的亲事。哼，陆新月还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搁这糊弄傻子呢。人家都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他陆新月倒是新娘上任也是3把火，一把就用我这个妹妹来巴结相府，意图让相府在官场上帮扶齐修一把。哼，真是可笑。不过她一个庶女，也不指望陆新月对她有什么姐妹情谊。但是没姐妹情谊也就算了，陆新月这样连番的算计她的亲事，陆心柔可是忍受不了。上次她好好的亲事为什么会被退掉？陆心柔心里清楚得很，就是陆新月发现与她定亲的人家竟然不错，这让陆新月心里不舒服了，毁了她一门好亲事，给她算计来一火坑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陆心柔看着春草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齐夫人好像每个月的15都要去临安寺上香礼佛，对吧？这姑娘，难道你真的要？是，我决定了。陆心柔语气凉凉。在我被退亲的时候，陆新月不是说我这样的就算是被退过亲，也能找到世上最好的二郎做夫婿吗？现在我觉得我那姐夫就不错，是世上最好的二郎。如此，我若是成了姐夫的人，我的好姐姐也一定很高兴吧。春草听言，吓得急忙劝阻。哎呀，姑娘，使不得呀！您就算是恼恨大小姐，也不能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啊！您若是跟了大姑爷，只能是做妾，那魏松再不好。没说完被打断。我这辈子总归是不会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他陆新月也别想好过。回京的路上，魏松和涂小娇坐马车，其他人骑行。一路上除了薛锦话多了一些，一会儿让涂小娇给他讲故事，一会儿带着涂小娇去买吃的，其他的倒也相安无事。魏松对薛锦好似也很纵容，随便薛锦拉着涂小娇做什么，魏松都只是笑笑，不阻拦，也不发言，脾气特别好的样子。这一日吃完晚饭，薛锦去茅房回来，就看涂小娇一人在马车上坐着，不见魏松。魏松呢？哦，他跟武文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想不想去？去哪里？哎呀，去了你就知道了，走。而在薛锦带着涂小娇离开不久，魏松回来了。人呢？回三公子，薛世子带着少夫人去赌坊了。哼，他可真是有心了，吃喝嫖赌，现在连赌都去了，也就剩下嫖了。看来薛锦是打算将涂小娇调教成一个全活的人。主子，属下去带他们回来。不用，让他们玩吧，免得扫了他们的兴致。主子真是善解人意啊。就只是善解人意吗？不觉得我这是夫唱妇随吗？武文没敢接话，可心里却是。哪里来的夫唱妇随啊？涂小娇现在都没把您当夫了吧？您这话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啊。魏松本以为薛锦带着涂小娇去赌坊玩一会儿也就回来了，结果他们从傍晚等到天彻底黑下来，等到晚饭都消了还没见两人回来。魏松眉头顿时皱了起来，走下马车就去找人。魏松和武文刚走到半路，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。东家说了，抓住他们重重有赏，给我追！小娇，快跑！被他们追上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涂小娇呼哧呼哧。哥，我快跑不动了，你赶紧跑，不要管我。行，那我就先跑了，你垫后。银票都在他身上，你们追他呀，我身上分文都没有。几
紧追在后的打手们听到薛景和涂小娇两人的对话，靠，这什么狼性兄妹，人性真是说没就没啊！魏松、武文，你们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救命呀！薛景这一嗓子让魏松和武安也成了同伙。涂小娇嘴巴抿了下，看着站着不动的魏松，在跑到他跟前的时候一把拉起他，快跑啊！魏松眼帘动了动，一言不发，就这么被涂小娇拉着跑。武文本想跟着跑，但是一想，我如果也跟着跑，那岂不是成了赛跑了吗？不行，我得留下来善后啊！涂小娇拉着魏松呼哧带喘地跑到了一个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缝隙，缩着身体藏了进去。涂小娇竖着耳朵专注地听着动静，渐渐的涂小娇眉头皱了起来，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。外面没动静，但是贴着她的人好像生出变化来了。跑了那么久，没用的那条腿来劲了。怎么刚才追赶我们的那些人望着我们时一脸先奸后杀的气势，还让魏松兴奋了不成？就是不知道那些壮汉他看上了哪个。涂小娇正想着，魏松一只大手扶上了她的腰，明明隔着衣服，却还是能清楚感受到魏松手心里的灼热。这情况算什么？魏松这是什么心理啊？我管你什么心理！涂小娇麻溜伸手在魏松的腰上狠拧了一把。魏松闷哼了声，只那声调不像是疼的，倒像是叫床似的。娘子，闭嘴！你要不要试试，是你的身体硬，还是我的心硬？娘子真狠心呐！娘子个屁，别说话！一会儿被那些打手发现了，不但会挨揍，还会破财。大哥，刚才有人看到他们跑到这里了，他们肯定是在哪个角落里藏着。听到声音，涂小娇心头紧了紧。在这本就紧张的时候，魏松突然又在涂小娇的脖子上亲了亲。大哥，在哪儿啊？闻言，涂小娇心头猛跳。就在她以为被发现的时候，却听到那些打手忽然朝着反方向跑开了。涂小娇推开魏松，抬脚往外走去，刚一伸头，就跟同样躲在角落的薛锦照了个对面。妹妹，哥哥，银票都还好吗？在，都在。嘿嘿，这下咱们发财了。财是发了，就是咱们能守住吗？放心，有武文在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像是为了印证薛锦的话，他这边刚说完，就看武文带着赶车的侍卫走了进来。三公子呢？涂小娇正要回答，就看魏松走了出来，神色如常，四平八稳。走吧。说着朝着马车走去，在从涂小娇身边经过的时候，伸手去牵了牵她的手，结果被涂小娇给躲开了。看此，薛锦乐了一下。听到薛锦的笑声，魏松看了他一眼。哎，妹妹，他瞪我，我怕。哎呀，一会儿分赃的时候，我6你4，我帮你瞪回去。行。涂小娇也毫不犹豫地狠狠瞪了魏松一眼，然后抬脚上了马车。马车内，涂小娇跟薛锦已经开始数银票分赃。妹子，你现在看人的眼神都不对劲儿了。哪里不对？我瞧着你现在看我们都像是在看贼。薛锦调侃。你放心啊，我们就是再穷也不会抢你的银子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哥我啥时候骗过你？涂小娇想了下。之前的就不说了，今天你对我确实是说到做到。逃命的时候你说自己先跑，让我殿后的时候，那真是一点都不带掺假的，说跑那是真跑呀。那可不是，哥对你都是真情真意。说完，薛锦自己就先笑了。笑过，薛锦问：妹妹打算用这些银子做什么？我要先修一下房子。
涂小娇捏着银票，抑制不住地开始畅想起悠然的单身生活来。看涂小娇那表情，虽然不知道她心里在畅想什么，但是魏松却基本可以肯定，他盘算的以后里应该没有他。之后的路上，魏松很少言语，偶尔看向涂小娇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小娇，你知道不？九王爷回京的路上好像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遇袭了，听说伤得不轻。小娇，你想不想去看看九王爷？不去。九王爷之前对你也算不错，你这么无情。哎，哥，我这叫有自知之明。你看我除了会耍点小聪明之外，我还会啥呀？那九王爷现在本就自顾不暇，我去了，他不派人保护我，我是自寻死路；他派人保护我，我就是累赘啊。所以啊，我还是不要去帮倒忙了。雪中送炭，我也得有炭才行啊。耶。然后又来了一句：那如果是魏松出事儿，你去吗？薛景说完，看涂小娇盯着他不说话。哎，你这么听着我干啥？若是魏松出事儿，他的身后会空无一人吗？当然不会啊，他还有我这个表哥。涂小娇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既然不是空无一人，就不需要我往前凑了。魏松身后有薛锦，不久可能还有他的娘子，他的母亲，而我不过是魏松生命里的一个过客罢了。涂小娇没不自量力地朝九王爷跟前凑，但还是跟九王爷遇上了。不是巧合，是九王爷故意停留，等着他们赶上来。哎呀，九王爷，好巧啊，你们走这条路啊？是啊，真巧，我们走的都是阳间路。九王爷，吃饭了吗？还没。那要不一起吃？好。涂小娇客气了一下，九王爷是一点不客气，干脆的在饭桌前坐了下来。至于魏松好像突然瞎了一样，只顾吃饭，根本看不到九王爷。九王爷也是一样，也根本看不到魏松。这两看相讨厌的样子，看着还真是像极了那种过了10多年的中年夫妻呀。九王爷，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是不太舒服。说着，忽然就看向了涂小娇，语气温和：涂姑娘，看在过去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葛父劳烦你照顾我几日。涂小娇正想着怎么婉拒，就听九王爷不紧不慢：涂姑娘放心，本王不会平白让你照顾，会付你酬劳的。哎呀，大家相识一场，九王爷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那个报酬多少啊？1天500两。听言，涂小娇当即起身。九王爷，这鸡汤有些凉了，你身体不舒服怎么能喝呢？我端到厨房去给您热一下。涂小娇一下子贴心了起来，端着半温的鸡汤就走了出去。薛景忙起身跟了过去，一边往外走，还一边说：哎呀，妹妹，鸡汤那么重，让哥哥来跟你一起端吧。薛景该聪明的时候可是很聪明的，他可不想单独面对这两个人。小娇啊，照顾九王爷这会儿，你怎么就应下了呢？我也不想呀，但是他实在给的太多了，1天500两，我1年的吃喝都有了，并且还能吃得相当不错。所以啊，我真是张不开口拒绝。你就没想过魏松看着了心里会是什么滋味？他看到我赚钱了，以后日子不愁了，心里肯定十分高兴。毕竟我们也是夫妻一场，都盼着彼此日后能过得好啊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涂小娇没回答，抬脚去给九爷热汤去了。之后的几天，涂小娇白天伺候九王爷，那叫一个周周到到，端茶倒水，盛汤盛饭，连带煎药，还怕他苦着了，连蜜饯都会贴心的买好。爷，真没想到蜜饯现在都贵了，
这么点儿，比肉都贵。九王爷听了，看了旁边的侍卫一眼，侍卫会意，从钱袋子里拿出一锭银子递给涂小娇。涂小娇忙推举：哎呀，那九王爷你这就太见外了，相处这么久，您在我心里就跟那至亲差不多，我哪能要你这个银子呀？能做涂姑娘的至亲，是本王的荣幸。1天500两的银子收了，这点碎银子大方的不要，给我省下，然后捞个亲戚的名头。看来为方便回到家乡狐假虎威，多个庇佑。涂姑娘跟我当亲戚的念头一直都没打消啊。九王爷若是不嫌弃，咱们不如也拜了把子如何？可惜了，本王不缺妹妹，不过魏三公子应该比较缺，不如涂姑娘先跟他结拜如何？行，那我去问问他。那个时辰不早了，九王爷您早些歇息。说完，涂小娇麻溜走了出去。九王爷看着桌上的蜜饯，拿起一个看了看，放入口中细细嚼着。看来这蜜饯是真的不能多吃，一个吃不好就能吃出个妹妹来。本来本王只是身体不适，现在被涂小娇这么一照顾，是身心都不舒畅了。涂小娇离开九爷这，正准备去歇息，就看到在门口站着的魏松。魏松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也不缺妹妹。说完，魏松回屋关门。嘿嘿嘿，你不如让他俩结拜，那样或许还容易些。涂小娇哼了声，转身也回了屋。薛锦站在外面，看看九王爷的屋子，又看看魏松的屋子，心里腹诽。祖母曾经说过，世上万物从来都是一物克一物。之前九王爷跟敬场是彼此的克星，而现在涂小娇可能是他俩的克星。此时魏松沐浴出来，武文对着他忍不住开口：主子，要不你也说自己不舒服，让涂姑娘来照顾你一下。你这没病给自己找药吃的计策还真是不错。武文顿时就不说话了。终于到了京城了，涂小娇也是舒了一口气。相府周管家对着魏和忠禀报：相爷，三公子已经到京城，可能马上就到府上了。魏和忠嗯了声，对魏松并未放在心上，但他却不知，魏松一上门就给他送了一份大礼，让他终生难忘。相府，大奶奶、二奶奶来了。大嫂，叨扰了。弟妹外到了，请坐。方氏坐下，随即开口：大嫂，我听说那魏松已经到京城了。我也听说了。这可真是太好了，可惜了，三弟跟三弟妹去了潞州，不然啊，今天就是咱们魏家阖家大团圆的好日子。无妨，三弟和三弟妹又不是永远待在潞州，过个1-2年也就该回来了，到时候每天都是团圆的好日子。不瞒大嫂，我担心弟妹错过这个喜讯，留下太多遗憾，所以前些日子我就写了信，并请人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三弟和弟妹了。想来现在他们应该已经收到信了。萧氏听言，嘴角扯了下。弟妹真是有心了。大奶奶、二奶奶，三房的三公子进府了。闻言，方氏顿时起身：大嫂，咱们也去看看吧。弟妹不在，咱们作为长辈的也该表示一下对魏松的关心，免得被人说薄情。弟妹说的是。另一边，魏昭得知魏松入府时，也带着莫文过去了。祖母，三弟，欢迎回来。魏松没说话，魏老夫人忙道：这是你大哥魏昭。
魏松点了点头，视线从魏昭的嘴上掠过。待方氏和萧氏进来后，魏老夫人又逐一的给魏松介绍了一下。简短的寒暄过，魏老夫人就让魏昭带着魏松去了给他准备的院子。魏昭领着魏松到曾经涂小娇和乔姨娘住的院子。三弟一路累了，先歇几会儿吧。屋里缺少了什么，尽可开口，我让下人给你治吧。魏松听了，开口：一直听小娇说大哥是个特别妥帖的人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假。三弟过奖了，你我兄弟不必如此见外。三弟先歇息吧，我就不打搅了。魏昭离开，魏松原地站了会儿，抬脚去了屋里。至于魏和忠由始至终都没出现，丝毫没把魏松这个孙子放在心上，连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。一直等到晚上，魏和忠将要歇息的时候，管家才对他说：相爷，三公子说他眼下还不想成亲，所以跟陆家的亲事是不是能退了？你去告诉他，亲事已定，就没退的道理，让他老老实实等着娶妻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在乡野长大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说着看着周虎：得空了，你好好教教他规矩，免得他日后出门丢了魏家的脸面。老奴知道了。周虎也一点不隐着瞒着，将魏和忠说的话如实的跟魏松说了一遍，并不忘提醒：三公子，这里不是乡野，这里是京城，是相府，凡事最讲规矩，这一点还请三公子日后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最讲规矩是吗？我知道了。而就在3天之后，一封来自潞州的信函递到了魏和忠的手里。在魏和忠打开信函不久，魏子豪暴毙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相府。魏子豪死了，魏松作为儿子理当魏父守孝，如此成亲一事怕是只能往后推了。回京之后，被薛瑾带去国公府住的涂小娇，当听到这消息，当即就愣住了。所以克父，魏松他是真克吗？看涂小娇怔愣的表情，薛瑾开口了：魏松他爹死了，这是喜事儿啊。这个真的能算得喜事儿吗？会不会有人说魏松啊？肯定会说他实在的很，说克父就真的克父，一点都不来虚的。你说的对，别人要么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要么是见面不如闻名，但魏松却是实打实的名副其实。魏子豪死了，魏松作为儿子是要守孝的，这么一来，他跟陆家的亲事怕是只能退了。那陆家二姑娘马上就要17了，可是等不起了。薛景说着，眼睛盯着涂小娇。涂小娇皱眉：怎么，我跟魏松都和离了，难道也要守孝，不能改嫁吗？我脸上的表情是让你这么误解的吗？小娇，我的意思是，魏松跟陆家亲事不成了，你跟他可以再续前缘呐。哥，你如实的说，你觉得魏松真的是良配吗？他当然是良配啊，世上再没比他更好的男人了。他真的那么好？那你仔细跟我说说他的优点。比如他长得好看呢，他声音多好听，还比如说到最后，其实我跟魏松也不太熟悉，他的优点呢，我了解的还是不够多。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你跟魏松好像相识已久了呢？我哪里来的相识已久啊？我只是凭着男人对男人的了解，觉得他是个好的。是吗？如果说谎，就让你以后逢赌必输。哎呀，我忽然想起祖母约了我今天赏月，我得走了。
说完，薛锦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涂小娇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眸色悠悠。赏月呀！石头跟着薛锦出来后，忍不住开口：世子，小的也觉得挺好奇的，您什么时候跟魏三公子这么熟悉了？薛锦凝眉：你也看出来了？当然能看出来了呀，而且……说着，石头顿了顿：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是，小的瞧您对魏三公子不太很熟悉，好像还很狗腿。闻言，薛锦倒吸一口气，石头忙认错：世子，小的会说的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我没生气，我只是心酸呐。当狗腿太久了，都他娘的习惯了。哎呀，家门不幸呀！忽然又得意了起来。哼，当狗腿怎么了？足以证明我多才多艺，不但当纨绔神功，当狗腿也是相当的出色。这么一想，薛锦又骄傲了。走，去相府。相府，魏子豪突然的暴毙，让相府顿时蒙上一层阴霾，从主子到下人，个个神色沉重。魏家长子魏子民神色悲切：父亲，三弟身体一直都不错，为何会突然暴毙啊？魏家二子魏子言也是同样的疑惑。是啊，父亲，三弟到底是什么病啊？只说是突然暴病，并未详说。现在重要是先把尸身运回京城。父亲说的是，那我现在就出发，带人去潞州，将三弟的尸身带回来。我跟大哥一起去。祖父，我去吧。老二就不要去了，留下顾着家里吧。魏昭你身体不好，不宜奔波，也在府里等着就好。魏和忠又对着魏子明开口：你带着魏松一起去吧，这些年了，他应该一直盼着能够与父亲团聚，你带着他，也好让他早些见着，全了他思父之心。这是要全了魏松的思父之心，还是别有打算？魏子明想着，就听魏和忠又说：子明，你跟我来书房一趟。是。现在不少人关注的是魏子豪到底是怎么死的，特别是方式。大嫂，之前那个给魏松算命的僧人，除了说他克父之外，还克不克别的？这个我倒是不清楚。大嫂，这事儿咱们还是要弄清楚比较好，不然他乱克一通怎么办啊？所以以弟妹之间该怎么办才好？咱们把凌云寺的高僧请过来，让他再给魏松好好算算。我还想着寿终正寝，可不想被克死，那就太冤了。另一边，薛景刚到魏松的院子，就听到魏家魏子明正在同魏松说：走吧，你随我一起去潞州，接你父亲回来。好。看到站在院子里的薛锦，魏子明停下：薛世子，您来了。是，祖母听说府中出事儿了，差我过来看看。你三舅父突然病故了，我正要带着魏松去潞州接他回来。薛锦听了，看向魏松：表哥刚回来就要前往潞州，实在是辛苦了，也真是有心孝顺呢。都是身为人子应该做的，当不得薛世子夸赞。这毒物从来都……魏和忠的跟前。
相爷，其实侍卫上次从潞州带回来了2封，但因为一路疾驰赶路，过于劳累，就犯了糊涂，一时疏忽落下了1封，这会儿才想起来，老奴就赶紧把信拿来了。当看到信上内容，脸色顿时大变，看魏和忠神色有异，周虎忙问：相爷，可是潞州又出什么事了？魏和忠说不出话，只是将信递了过去。周虎慌忙接过，看到信上那一句：三爷的住处突然走水，三爷的尸骨未能及时救出来，他成灰了。看到这最后一句，周虎都不由得脑子嗡一声。纵然周琦平日里能说会道，机灵无比的，这会儿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儿子连渣都不剩的魏和忠了。总不能安慰说三爷死得风风火火，与众不同吧？周虎，老奴在。你亲自带人去潞州一趟，给我好好的查探一番，三爷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我不信就那么刚好，我儿刚死就突然失了火。老奴马上带人去潞州，相爷您节哀。另外告诉魏子明，让他不用带着魏松过去了，留在府里等着吧。当刚走出相府的薛锦知晓魏子豪已经变成灰，魏松不用去潞州的时候，薛锦不言，绷着一张脸匆匆地回了国公府。到府里后，径直地去了书房，对着正在书案前翻书的老父亲一脸肃穆。父亲，你可能不觉得，也还没有意识到，但是我真的是个孝子。要抽什么风？不是，没抽风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薛锦走到书案前，一脸高深莫测。父亲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可能在你心里觉得我是个混不吝不孝子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比我更不孝更没人性的多得很呢。所以父亲，你得珍惜我呀。薛正听了没什么表情。珍惜你什么？珍惜你刚学会拉屎尿尿就故意尿我头上，还是珍惜你说话还不利索，就在太后的寿宴上对着皇上、太后和百官说我晚上跟你娘做俯卧撑，我还啊啊啊的？还是珍惜你从祠堂里偷出老祖宗的牌位拿出来烧了烤地瓜吃？还是珍惜你救苦救难从怡红院带出几个继子，说都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要让他们认祖归宗？还是……哎呀，爹，我差点忘记了，祖母约我今天晚上赏月啊，我先走了啊。说完哧溜窜了。薛正看着那已下起蒙蒙细雨的天空，赏月？赏个屁！每次面对薛锦，薛正什么儒雅斯文都没了，只剩下火气。都说生儿子是传宗接代，传承香火，在我薛正这里，薛锦不是传承薛家香火的，他是要断了薛家满门，活着的给你气死，死了的再烧一次，让你无论死的活的都不安生。锦绣园，涂小娇正要歇息的时候，薛锦的同胞妹妹薛蓉突然过来了。薛蓉跟薛锦虽然是兄妹，但是性子确实截然不同。小娇姐姐，您可是要歇息了？没有，我刚才就是先上床演习一下今天晚上的睡姿。听涂小娇这么说，薛蓉轻笑了下。柔儿妹子，可是有事跟我说？是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但祖母说还是让你知道的好。反正这事儿瞒不住，你早先知道，或许也有好处。涂小娇点头。妹妹你直说，我听着。就是跟魏家三公子定亲的陆二姑娘，她出墙了。闻言，涂小娇愣了下，随着脸色变来变去的。所以魏松是又绿了。
他这八字难道连自己都克？祖母让我告诉你这些，是想让你知道，说是你担心三表哥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看看他。让老夫人为我操心费神了。姐姐不用这么见外，你是哥哥的干妹妹，就是祖母的孙女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谢谢柔儿妹妹。不过相府那边我还是不去了。姐姐不担心魏松吗？他那么大个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去相府，对他可能也不是好事儿。相府现在正糟心，我这会儿去只会让他们心里更堵得慌。只是碍于国公府，他们不能对我恶言相向。但我走后，他们搞不好会把气撒在魏松的身上。所以啊，还是算了。听言，薛荣想了下，点头。还是姐姐想的周全。荣儿，那魏子豪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知道吗？涂小娇说完，看薛荣神色变得有些微妙。说是不便说，不说也没关系。不是不便说，就是有些难以启齿。闻言，涂小娇挑眉。我无意中听到我哥和祖母说，那魏子豪好像是死在了郭三夫人的身上。相府，魏松没啥心情，捏死一只蚂蚁而已，没什么值得高兴的。武文，你去把魏和忠带来，告诉他，我有事与他说。主子，这么快就跟魏和忠撕破脸，合适吗？那我好声好气地跟魏松说，在魏家我要来当这个家，从上到下都必须听我的。你觉得他会欢天喜地地应下吗？属下这就带他过来。相府，大哥，爹他真的是突然暴病没的吗？那高僧真是一点没算错，那魏松真的就是个灾星，他才回来也就没了。在这府里，咱们三房本就被大房和二房处处压着，在祖父跟前不得脸，现在爹又没了，二哥又一直病着，以后咱们在府里的日子是不是就更难了？魏昭耐心地宽慰了他一番，就让莫文送他回去了。不多会儿，莫文送魏如珠回来，轻声禀报：大公子，小的刚才看到相爷去了三公子的院子。祖父去找魏松了。是，小的感觉很是有些奇怪。相爷若是找三公子有事儿，也该是派人去叫三公子过去，他老人家坐等着才对，怎么还亲自过去了？对我这三弟你怎么看？小的说不好。三公子不怎么说话，家里人与他说话他也是不冷不热的。咱们这位三公子怕是跟预想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公子可是发现三公子有什么猫腻吗？没有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。魏松和涂小娇就是夫妻，就涂小娇那做派，可想而知魏松是什么样的，必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十有八九跟涂小娇一样，都是披着人皮的鬼，还是恶鬼。魏和忠到魏松的屋里，看到正站在窗前姿态悠然观于赏风的魏松，眸色沉沉。武文说，关于你父亲的死，你知道他的真正死因是真的吗？魏子豪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武文，把东西给他。是。武文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册子递给魏和忠。相爷，看看吧。魏和忠木然地接过，看到第一页的内容，脸色当时就变了，手快速地翻着，一页一页地看过去。一本册子，魏和忠只是才看了几页，脸色已是惨白。这个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自然是从你那好儿子魏子豪那里得来的。说着，魏松抬眸看着魏和忠。所以你此时应该庆幸魏子豪已经死了，不然这东西一旦出现在皇上的书案上，死的就不只是他一个，
而是魏家全族了。魏和忠没说话，因为他这会儿心跳的厉害。这里面记着的是当初皇子夺嫡之时，他和魏子民曾经暗中倒戈，扶持过当今皇上劲敌的事。其实魏和忠也感觉到皇上对魏家的忠心有过疑心，只是一直没找到证据。这里面的东西你真的是从魏子豪那里拿来的？你这个三儿子虽然在官场上是个废物，但在算计家人这方面却是天赋异禀。之前他因为秃驴的一句话就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，之后为了压住上面2个哥哥，让你刮目相看，就打算留住这东西，以后好逼迫你将家主的位置留给他。说着，魏松勾了勾嘴角。魏相还真是养出了一个好儿子，不过魏子豪这辈子也值了，因为他生了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儿子。你到底是谁？魏和忠跟魏松都谈了些什么，府里的人自然好奇，只是不带他们打听。第2天就发现魏松离开了魏家，对此魏和忠的说辞是：他去见一见他生母，